又来了。啊，进来吧。好好聊。我听说你不想下调啊？不算拒绝，只是想换个地方。下到县里锻炼2年，其实这就是领导给你的提升暗示，哪容得你挑3拣4的？再说了，这个清水镇有什么不好？你不就是从那个镇上出来的吗？熟人社会，家家户户都千丝万缕的，不好开展工作。现在哪个镇子它不是熟人社会啊？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？没有。那现在你们家在清水镇还有亲戚吗？没了。10几年前你从那个镇子上考上名牌大学也挺不容易的，后来又读了研究生。要说你现在干的，也算是有声有色的。你现在呢，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自己的路。到时候文婷正好是博士毕业了，要我说啊，以后你们俩在一起的前景还是挺好的。队长，您看啊，这是咱们案发现场的总体位置，然后在楼梯的这个位置呢有打斗的痕迹，楼梯旁的这个柱子有斧子劈砍的痕迹。最终死者是倒在了这个位置，然后在他的身旁有一个采划的痕迹。你现在迅速赶往现场，跟老陈会合。今天你们2个务必要把所有的物证采集齐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啊。来，哎，同志，你找谁啊？我找一下你们许队长。队长，哎，有人找您。谁找我？不。哎呀，队长，大才子来了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，文质彬彬，年轻有为。来来来，行李给我。你说你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安排人过去接你呀。车站离这也不远，坐个车就到了。来来来，来，快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林芳路是咱们队新来的副队长。林队好。林队好。他可了不起啊，是咱们当年清水一中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高材生，人家是刑侦方面的专家。你要是早一天来就好了，我们大伙还琢磨着给你搞一个欢迎仪式。那种活动啊，不适合我，主要是想尽快的进入到工作当中。你放心，工作现在就给你安排。清水镇多年不出一宗命案，让你赶上。命案？什么时候啊？这是千禧之夜发生的一起命案，死者呢叫徐毅，是清水镇本地的一个企业家。林队，这个案子的嫌疑人已经自首了，被害人是嫌疑人的丈夫。案发时间在前些晚上1点左右，凶器是一把刀，一共2刀，一刀从正面，一刀从背后刺入。我们到的时候，被害人已经死亡。姓名、南亚年龄， ，30岁，请你叙述一下案发经过。徐毅长期家暴，清水镇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是想要跟他离婚，他每次都拿女儿要挟。婉婉有病，经不住他折腾。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，徐毅就是不肯答应。想离婚？你做梦啊！我就算下18层地狱，我要带上你。后来大桥案，我知道了一些内幕，他们私自修改设计方案，偷工减料，导致建了一半的大桥突然塌了，还压死2个工人。
我跟他说我有证据，以此要跟他谈离婚。威胁我！我让你跑！你再跑！你跑啊！你吃的用的什么不是我给的？我什么都给你最好的。你想让我死是吧？啊！我先让你死！我弄死你！臭婊子！跟过来，徐。今天就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！徐。那天晚上你说你杀了徐毅之后，还听到一阵脚步声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转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跑走了。那个目击证人已经找到了。目击证人是桂香姐的儿子周洛，他是早上6点来报的警。案发时间是1点多，他为什么到6点才来报案？就看见那么吓人的事情，吓懵了嘛，一时之间。这个周洛，什么情况啊？他是华山补习班的复读生。他怎么会看见呢？据说是回去送孩子，就是南雅的女儿婉婉。他们两家挨得近，有时候桂香姐姐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什么的。当时谁值班？哎，硕山。哎。你跟林队再讲一下那天周洛什么情况？他是先打的电话，然后父母陪着来的，对案发现场的描述跟南雅基本吻合。他在描述目击事实的时候，状态怎么样？比较平静，来了之后先要了杯水，全喝完了，说的也很清楚。那他当时为什么要跑？说是吓坏了，下意识就跑了。后来还有再回去吗？没有。满江油村，满江油村。洛，你去哪里啊？去上学。反正那些功课你都会，今天就不去学校了吧？看看吧。今天你就不用上课，回家休息吧。我确实没事。我就是担心你啊，毕竟看到这种事情，我怕你的内心还是受到影响。走路，他怎么不看见？是啊，谁知道呢？哎呀，杀人了！真的让他传遍了。杀谁啊？
徐毅啊，还能有谁？陈军他爸去看了现场，2刀，当场人就没了。哎，周啊，这回是真上不好学了。看到这样的事，他看见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前天，千禧那天晚上。 我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你知道？如果真是我拿的话，你觉得我可能还你吗？车主是徐毅，起火时间也是千禧夜当晚，我们推测应该在12点左右。起火之后就点燃了油箱，导致了爆炸。当时我们镇上人都在江边倒数看烟火，烟火持续了快30分钟，所以烟火声跟爆炸声重合了，所以当时几乎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事情的。起火原因呢？过年期间嘛，小孩子都拿着那个炮仗到处乱点啊，估计这车真是漏油吧，就给点着了。啊，就这么巧？车主正是当天晚上被害的徐毅。你怀疑是人为啊？哎，但是我们推测的起火时间可是早于命案的哦，而且和南雅跟徐毅打架的时间也重合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认为另有其人喽？前天死了，徐毅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警察都在这呢。听说死得惨，看着可吓人。现在，这是王耀，然后那是老陈、陈国英，都是咱们的老刑警了。要不要老陈？这是咱们新来那个林部队长。哎，林部队。 小心，别晒着了。老陈，现场跟嫌疑人描述的有不一致的地方吗？目前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疑点。法医的鉴定出来没有？ 刚打电话来说，胸前的一刀扎破了心脏动脉，几乎是当场毙命。死亡时间是凌晨的12点到2点，更深入的尸检报告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徐毅，徐毅。 你不会找到的。啊！你想害老子是吧？你签了离婚协议，我就把东西给你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明天我就去报案，你坐牢，我也解脱了。他妈威胁我！
你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案发现场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啊？不可能啊！一个男的人高马大，拿着斧头，满屋子的砍都没砍到，被女的一刀刺死了，你信吗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他给被害人下药了？要么被害人醉得厉害，迷迷糊糊的，他看不中。这个简单，等到尸检报告出来以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杀人动机呢？这个女的隐身快得很，受害人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打她。她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去了，和男人不清不楚，因为这个挨打，总是闹到派出所去，不够开交的。你好像对嫌疑人有负面评价。我文化水平不高，咬文嚼字了，我不会。但这个女的是什么样的人，清水镇的人都清楚，这个是不得考虑进去啊。被害人危害到他的生命，他为了避嫌持刀反抗，整个过程都有目击证人看到，这怎么说呢？一个孩子懂什么？看错了还不一定呢，当场都吓懵了。那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谁知道？嗯。哎，你放案几年了？7年。你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吗？脸蛋是脸蛋，胸是胸的，皮肤还那么白。进出她店铺的男人都去做什么的？我看见了，烟火一放完，两个都上堤坝上打。徐毅啊，上去就给兰雅一巴掌。哎呦，兰雅弹的呀！哎呦，哎，该我出了，冤枉！打他也是活该的。徐医生平时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人也他疯，就打他一个人，为什么嘞？这个徐毅啊，对他那是真的很好，自己生了个病孩子，人家还不是啥都没说，给他好好的养着。徐毅根本管不住，一天到晚打，打完又去讨好他。火车站那么大的事情，都冷了，舍不得离呀。你看，现在把命都弄丢了吧？他们两个谁杀了谁我都不觉得意外的，一个图人家的钱财，一个传统美色，啊，不出事才叫怪了。孽缘呐，他好好的跟人家承认过，他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所以我说嘛，这长得好看的女人啊，要躲得远一点。徐毅啊，躲不过他的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？他们两个早早把婚离了，还有这样的事情出现？人家是什么门第，他又是什么门第？穿成那个样子，谁看了？那么好的人死成这个样子，搞得徐他们没点辛苦，要判刑的。哪个男说得了？要偿命，谁懂啊？只要我活着，他南雅就甭想出来。他要是出来了，我就死到你们刑警队来。阿姨，您别走啊！阿姨，我知道您丧子心痛，但婉兰是您的亲生孙女，您得把她带走啊！这孩子我们就不认，他杀了我儿子，阿姨，哎。婉婉，
你看看啊，弄个孩子放咱们这边，咱们这边是幼儿园吗？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老陈，你别愣的呀，你说说，这孩子怎么解决啊？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呀？我先送福利院了，那里不是不能接收了。这恐怕还得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吧。这南雅跟婆家的关系搞得这么僵，水火不容。孩子又有病，咱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孩子的母家还有什么别的亲戚吗？名上好像是有个外婆啊，就是那个南雅的继母了。但是他两个人呢，一直就不和，那恐怕比婆家也好不到哪去。老陈，你继续做他们工作，实在不行，那就送福利院。嗯。哎，我这话没说完呢，你咋还走了呢？林副队，这你们俩的工作配合上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嗯，挺好。那队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哎，好，加油啊！不秀，不秀哎！哎，哪里呀？这儿呢。哦。你们找我干嘛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们刑警队的林副队啊。哦。今天来了，想来跟你商量个事啊。南雅不是在刑局啊，那这个案子呢，就一时半会处理不完，这晚上就没人照顾。这是娘嘴喽，都他爷爷奶奶去，走我的。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从法律上讲，你们还是亲属。更何况南雅没有兄弟姐妹。我呸！做成了青天白日梦，养不起的白眼狼。狐狸精，哪个男人战胜他，你都得死。得那个病样。下辈子吧。徐家呢，把婉婉送到了刑警队，他外婆也不管他，他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亲戚啊？那这样吧，先把他放到县福利院寄养一段时间。我能不能求你帮我个忙，让桂香姐帮我照顾一段时间孩子？婉婉这个孩子有病，每周都要去医院，她要治疗，耽误不得。这些桂香姐都知道。我试试。婉婉，叔叔带你去找桂香姨好不好？好。婉婉真乖，叔叔不。
爸，你走啊！哎，这王旺怎么送到你这里来了？南雅要是判了刑，那王旺以后谁养啊？徐玉他们家还有不秀，肯定都不会管的。桂香，他们最后不会把王旺交给你带吧？啊，好，缺什么再来啊？哎，好。你说你，本来就忙，还得摊上这种事儿，真是要命。婉婉，来，吃吧。谢谢桂香姨。不谢。林副队，我想好了，这孩子我帮他带吧，你转告他，让他放心。那太好了。这些钱呢？这个不需要，真的，我不需要。我就是觉得孩子太可怜了，大人闹成这样，孩子总没错是吧？嗯。哦，你看，光顾着说话了。来，屋里请，我给你沏杯茶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来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在这镇上，我看也就你跟南雅亲近点。我这个人跟谁都能聊上两句，总归离得近嘛。柴米油盐都在我这里买，这人嘛，都是你来我往的啊。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这女人呢，一长得好看，又不愿意和别人一样，难免会招惹是非。桂香姨，哎，周洛呢？在呢，你们来了。去吧，他在他房间呢。周老一直在屋里。哦，一直都在的。这2天他精神状态怎么样？看到那么大的事情，终归是害怕的。他还是个孩子。真看见了，朱卫生是违法的。徐雨彻被杀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那会不会徐毅车上的东西？嘘，千万不要说那件事。只要我们不说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能跟你们聊聊吗？可以。我姓林，叫林芳路，刚调到宜山县刑警队。我以前也是清水一中的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叫我一声师兄。我听说你很厉害，还拿到了金华的降分录取。还是要考完吧，要是考不好的话，还是上不了。行，那我跟你们了解点情况。在倒数那天晚上，你们都在江边。对呀，都在江边。有没有看到南雅和徐烨？那天我们看上所有人。嗯，是。周洛呢？那天晚上南雅一直在您家摊位上，对吧？对。那他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没有什么不同。徐烨有没有跟他发生争吵？徐烨来的时候，我在上面跟他们打台球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几个都没有看到徐烨跟南雅吵架。嗯。我听桂香姐说，你在倒数之前肚子痛，所以就回家了。对。
什么时候回家的？12点放烟花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前。11点半。那你再回到江边的时候，烟花已经放完了？对，我还在睡的时候，就是被烟花吵醒了。大概是几点？还记得吗？12点40左右。这中间还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？没有，一直在家。那我可不可以推断为，你到南雅家的时间在1点左右？对。那你在看到案情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报警？当时我是慌了，我就想婉婉还在门外，我怕她看见，我当时不该跑的。你也不确定徐毅已经死亡？不确定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去找人阻止他们的冲突啊？我只是觉得徐毅当时那个样子不再是需要冲突的样子了。你就没有想过再回去看看？有。那为什么不去？想要留给南雅自首的时间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自首。真的？好，了解了。婉婉有什么情况呢？你可以打电话到刑警队来找我。这是我们刑警队电话。哎，我会收好的。麻烦你了。哎，再见啊，林警官。你这楼上有房子要出租啊？啊，以前一直搁杂物的，刚收拾出来，说空着也是空着，往外租呢。那我能上去看看吗？啊，能，那就在楼上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。我问你啊，那天晚上你跟没跟周老师说什么？表白啊？没有。那你去哪儿了？这一晚上都没回来。没去哪儿啊，就是觉得感觉不对，没说出口。嗯，那也好，这说了会晦气。毕竟那天啊，如果碰上那样的事，以后我也不说。为什么？哼，那你就等着他被别人抢走吧。走了。我有东西拉走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本书。就是本书，明天再去取就好了。你们先走，我回去拿。那天晚上你根本就不在家，我在你家门口等了好久，烟火结束我才离开。你为什么对警察撒谎？
你坐啊。我这楼下有个音像店，白天我总放音乐，有点吵啊。没事儿，白天我都不在，都在刑警队。这离婉婉近，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可以处理。这样啊？晚上回来我就办。今天啊？对。慢走哈。带你去个地方。不要急，去吧。好。坐这吧。那天晚上我就在这。我们中国是地球上第12个进入2000年的国家。你应该知道太平洋180度经线吧？那个呢被人们称为地球上昨天和今天的分界线，也就是国际日期变更线。所以最接近这条线的基里巴斯共和国是最先迈入2000年的国家。啊，那天晚上我在这儿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清水镇，我们在这里2000年的时候做什么。这个聊天室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人蹦出来说新年快乐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里的烟火比江面的更灿烂。你看我发的，2000年1月1日0点0分，新年快乐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。那天晚上，其实我是撬锁进了网吧。老板胆子小，怕他4联万网的事情被别人知道，有麻烦，所以我就没对警察说。是我想多了，对不起。南海就是个可怜人。那天晚上我看见就是看见了，我只是把事情说给警察。至于南雅跟徐毅，到底谁有更大的过失，我觉得这不归我们评判，有法律。你说的对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搞得那么殷勤呢？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人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，说老丈人很厉害的，知不知道？老丈人厉害到咱们这来干什么？那人家下来搞搞履历、镀镀金什么的，你哪知道人家想？镀金待2天走掉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跟着人家混一定没有错的呀！哎呀，林队，桌子给你整理好了，就是这个。都几点了？你们俩还不走？哦，这里面还审着呢。审什么呀？南雅呀，老陈觉得南雅不是正当防卫，所以还得再审一审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大乔贪大跟徐毅有什么关系？越搞越严重了。那你跟我讲，徐毅为什么要杀你？啊？老陈，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能不能在我审讯的时候不要打扰我？我希望你立刻停止审讯。为什么？疲劳审讯对嫌疑人不公平。弄个正当防卫对受害人就公平了。你带了太多的个人情绪。你不要乱讲话哈，这败坏我的名声啊！
一个女人被打成这样，如果她真的是在危险当中意外杀了人，还要面对如此严苛的疲劳审讯，这也太不人道了。行了，小王，不审了，把他带回去。不要以为你是从省里来的，就你有原则。人死了，徐家也不是吃干饭的。正当防卫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没有一个这样的先例。我不想被别人说三道四，说我没本事破案。哎，快点！进来。我妈让我送上来的，这都是她年前做的，已经放太阳底下晒过了。还有电热毯来不及买，挂个热水袋吧。谢谢。一会儿有事吗？搭把手啊，搬个东西。行。这桌子搬到这边。哦。许玉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来换一遍。死于心脏动脉破裂，背后的那一刀并不致命，胸前的那刀才是主要的。还有床，搬到那儿。哦。看到这么血腥的杀人场面，很容易留下心理创伤，会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，有可能做噩梦、失眠，有的呢。当时并不显现，但是若干年以后啊，还是会引发心理问题。我在省城呢，认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介绍。不用了，办完了我就先走了。我看卷宗上写着，徐玉以前打过你，你恨他吗？你是觉得我在撒谎吗？你有吗？说了你就会信吗？